化学博士为了报复韩国总统，直接把1万吨的毒气拉到市中心。接着他打开了所有液压罐的气阀，把增压器的压力值加到最大。只听砰的一声，液压罐里的毒气跟他们老天女散花似的喷射而出，瞬间就吞噬了周围所有的街道。而韩国市民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浑然不知，正嘚喝的搁那看热闹，直到他们发现有人口吐白沫中毒身亡，韩国人这才意识到不对之日。此时街道上早就乱成了一锅粥。随着毒气和空气发生了2次反应，毒气沿着街道源源不断的向外围迅速扩散，半个点不到就吞噬了市区所有的街道。由于被毒气残害的市民越来越多，大量的门门车失控相撞，轰的一声引发了剧烈爆炸。看到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掀飞了酒店的设施，阿勇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儿，赶忙扶着家人往酒店外面转移。然而一行人才刚着急忙慌的跑下楼，阿勇就发现市民一个个都他妈跟拼了命似的要逃离浓雾，看着越来越多的人跟中毒了似的当场嗝屁，他立马转身吆喝着让家人赶紧撤回酒店。而阿勇的欧尼也以为自己可以开车带家人逃离，谁知毒气扩散的速度实在过快，瞬间飘到了门门车底下。阿勇的欧尼来不及躲避，直接倒在了毒气里面。阿勇一看，赶忙把欧尼背回酒店，然后命人给急救中心打电话。可是急救中心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压根就派不出来车辆来展开救援。众人这才得知市区被有毒气体污染，所有的街区全部沦陷。眼瞅着韩国政府的救援已经指不上，阿勇赶忙命人拿来拖把和床单，临时用床单裹着拖把棍拼凑出一个简易的担架，与旁边人一起用担架带着欧尼就往酒店的房顶上转移。然而他们好不容易才从楼梯爬到了楼顶，结果就发现通往楼顶的消防门被彻底锁死。酒店经理上前一看，啊，西不啷给啊，这门必须用钥匙才能从里面打开啊！可是只有1楼的警卫室才有消防门的钥匙。这时酒店经理顺着楼梯间往底下一瞅，发现毒气已经蔓延到酒店的5楼。当他们得知可以用防毒面罩来抵抗毒气，酒店经理立马从消防桶里找出了3个防毒面罩。然而每个防毒面罩的使用时间仅有10分钟，而跑到1楼警卫室拿钥匙至少他们需要40分钟。这3个防毒面罩压根儿就不够用。见此情况，阿勇立刻就跑到会议室的落地窗跟前，抄起会议室最重的奖杯，照着窗户玻璃噗呲就是一下子，随着外墙玻璃稀里哗啦碎了一地。阿勇注意到酒店的外墙十分适合攀岩，于是他把消防安全绳系在腰间，然后带着绳索照着对面的楼台就是纵身一跃，90度垂直陡峭的大楼外墙上，小哥正搁着徒手向上攀爬，全身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，只能依靠手指和脚尖的力量，时刻调动全身的肌肉，爬到落差高达100米的大楼顶上。一旦阿勇稍有不慎选错了落脚点，就会掉进楼底下的毒雾之中，直接嗝屁。随着阿勇小心翼翼地爬到大楼外墙的另一侧，他紧接着就发现系在腰间的缆绳长度不够，压根无法支撑他继续往大楼顶上爬。一想到楼里还有家人等着他前去营救，阿勇索性把心一横，直接解开了腰间唯一的绳索，带着粉笔制成的摩擦粉继续往楼顶上攀爬。就在他好不容易才拽到外墙上的雕像时，雕像的牙齿根本经受不住一个成年人的体重，其中一个牙齿嘎巴一下碎成2截，导致阿勇单手悬空，命悬一线的挂在半空。阿勇强行稳定心神，以雕像的嘴巴为着力点，拽着雕像的脑瓜缆丝战战兢兢爬到了大楼顶上。阿勇没敢耽搁，赶紧大步跑到了消防门跟前，打开门锁，把众人带到楼顶上。看着毒气已经弥漫整个城市的半空，老妹儿赶忙命众人打开了手机里的手电筒，以3短3长3短的节拍打出 SOS 求救信号，向救援队伍传递求救信息。然而一群人好不容易才等到了救援直升机到来，谁知手电筒亮度太小，救援人员压根就没看着他们，直接去救其他大楼的人了。老妹儿一看，立马转身跑到大楼的电闸箱跟前，拨动电闸，操控楼顶灯牌发出求救信号。果然，当救援飞机飞到大楼上空时，一眼就看到楼顶灯牌传来了求救信号。救援人员随即把升降栏降落到大楼顶上，看着所有人都即将成功获救，偏偏这时升降栏提示承载量达到了极限。阿勇本想祈求搜救人员把小老妹儿给送上去，可谁知对方就是关了门不让上。阿勇看着自己暗恋10年的老妹儿，当即决定留下来跟老妹儿一起等待救援。然而俩人紧接着就发现，救援队只会率先营救被困群众人数多的，可偏偏毒气弥漫的高度还在上升，俩人根本等不到救援队伍再来。阿勇当即就带着老妹儿来到大楼里面，搜罗酒店里所有能用的消防救援设施，准备带着老妹儿逃往更高的安全区。老妹儿油的一下把哑铃扔到对面的楼顶，当他确定哑铃带着安全绳已经彻底卡死，便立马攀着安全绳小心翼翼地往对面楼挪。谁知老妹儿低估了自己的体重，哑铃咔吧一下产生了松动，吓他赶忙双手攀着缆绳往对面撩人。就在队友阿勇准备如法炮制爬到对面的高楼时，老妹儿所站的楼底突然灌满了毒气，而大楼的烧烤店的抽油烟机并未停止运转，咕噜咕噜把所有的毒气都吸到了通风管道。当阿勇看着毒气顺着楼顶的通风口咕噜咕噜往外涌，他着急忙慌的让老妹儿赶紧退回安全区，自己个儿则迅速抽身往回撤。就在老妹儿以为阿勇不慎吸入了毒气命丧黄泉的时候，阿勇咣当一下照着老妹儿扔出了一个哑铃增加固定，然后带着防毒面具迅速爬到了对面大楼。接着俩人迅速转移到楼顶，从底下商场拿到大量人形立牌，伪装成有多名人员被困的假象。两人想用这个法骗取
救援。然而他们紧接就瞅见对面大楼的补习班里被困了20多名学生，而补习班通往楼顶的屋门已经被彻底锁死，学生们压根转移不出去。俩人没有招，只能用人形立牌一起摆出一个方向标，把箭头瞄准被困的学生们，使救援队一眼就可以发现大楼里被困的学生们。然而随着学生们全部被成功救走，市中心的加油站发生了剧烈爆炸，产生的冲击波直接加速了毒气的蔓延。眼看着毒气已经上升到楼顶，俩人不得不迅速往更高的地方转移。可是他们飞檐走壁逃了一路，却发现毒气已经吞噬了大部分高楼。此刻再往楼顶上攀爬，无疑是自寻死路。于是他们立即就把目标锁定了对面的塔吊机。此时救援队也发现了被困在楼顶的俩人，他们透过无人机看到阿勇在地板上画出了求救图，于是立马操控无人机帮助阿勇把安全绳拖到了对面大楼，使安全绳的绳扣套在大楼外面的排水管上。紧接着阿勇把绳子的另一头系在楼顶的栏杆上，然后把安全扣卡在绳子上，带着老妹儿照着万丈深渊就是纵身一跃，借着惯性往对面大楼上荡。谁知俩人滑到一半滑不动了，眼看着排水管上的绳索开始下滑，老妹儿赶忙抽出阿勇包里的剪刀，咔嚓一下剪断了头顶上的安全绳。可就在俩人即将荡到大楼的瞬间，排水管上的绳套却突然滑落了。我的妈！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俩要彻底嗝屁时，救援人员突然从塔吊的高架上发现俩人的身影。原来施工大楼的楼中间有一条防护网，当俩人掉防护网上之后，便立马顺着旁边的塔吊机往高处上爬。就这么式儿，俩人点好，成功获救。咦嘿嘿嘿。